从以下8点来分享鱼油。第1点，什么是 Omega-3？ 什么是鱼油？第2点， DHA 和 EPA 有哪些用途？第3点， DHA 和 EPA 每天要补多少？第4点，如何挑选鱼油？第5点，如何正确服用鱼油？第6点，过量服用鱼油的后果。第7点，鱼油该不该从食物中摄取？第8点，鱼油与鱼肝油的区别。鱼油就是 Omega-3 吗？不是的，这个答案不太准确。那我们先来看看 Omega-3 是什么。它是一种人体无法自行制造，但又是生存所必需的脂肪酸，必须从你的饮食或者补充剂中获得。它包含3种主要类型，分别是 ALA、DHA 和 EPA。鱼是 Omega-3 脂肪酸的最佳食物来源，因为它富含 DHA 和 EPA。鱼油是从富含 DHA 和 EPA 脂肪的鱼类体内取出的油脂。那么鱼油中的 DHA 和 EPA 有哪些用途呢？ DHA 主要是作用于大脑和视网膜的。我们头脑里边有70%是脂肪，其中的1半的脂肪是 DHA， 它可活化脑细胞，并且修复脑细胞损伤，提高记忆力，可有效预防失智症和中风，被称为保健品市场的脑黄金。DHA 在眼睛方面的作用，它是视网膜的主要结构成分。现在的人天天离不开手机电脑，眼睛要承受很多的光线和氧化压力，因此眼球中的视网膜需要丰富的 DHA。好多老人家都会补充叶黄素和 DHA 来保护眼睛的黄斑部，因为黄斑病变会导致视力损伤和失明。那么 EPA 的作用又是什么呢？ EPA 主要是血管清道夫，降低血液中总胆固醇，预防心血管疾病。现代人经常吃外食，外食基本是多油、多糖、多热量，高血脂是越来越年轻化。EPA 对精神方面的焦虑、紧张也有帮助。EPA 或 DHA 每天要补多少呢？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官方推荐的 EPA 和 DHA 的每日摄入量。然而，大多数健康组织同意分以下3种情况来服用。第1种情况，没有心脏病史的成年人，每天可以补充250到500毫克的 EPA 和 DHA， 或者每周至少吃2份鱼，约6盎司到8盎司。第2种情况是，患有心脏病的成年人每天可以补充1000毫克 EPA 和 DHA。第3种情况是，三酸甘油脂高的成年人每天可以补充2000到3000毫克 EPA 和 DHA。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，这里每日摄入量是指鱼油中含有 EPA 和 DHA 的量，而不是指鱼油的总含量，因为鱼油中除了 EPA 和 DHA， 还含有其他的脂肪。比如说，有人告诉你这颗鱼油含有2000毫克 Omega-3 脂肪酸，当你去看标签，实际上真正只含有1000毫克 EPA 和 DHA， 其他1000毫克是其他脂肪的含量。如何挑选呢？从浓度跟来源这2个方面进行挑选，浓度越高，抗发炎效果越好。作为一般保健的，选择鱼油浓度30%到50%，剂量250到500毫克的 EPA 和 DHA。如果为了加强心血管保健抗发炎，选择浓度50%到80%，剂量1000毫克的 EPA 和 DHA。如果想要特别加强抗发炎效果，那么就要选浓度80%以上，剂量2000到3000毫克 EPA 和 DHA。所以我们买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用途来挑选 EPA 和 DHA 这2者比例。例如，希望保护大脑和视网膜的，就选 DHA 比例高一点；如果要预防心血管疾病或者减少焦虑，就选 EPA 比例高一点。
如何挑选鱼油的另一方面是要看来源，最好是有重金属污染物的检验报告，还有从鱼油新鲜度检查表来确认鱼油品质是否新鲜。应该怎么服用鱼油呢？因为鱼油是脂溶性的，服用的时候需要有一些脂肪才能更好吸收，所以必须随餐或者饭后吃。空腹吃有可能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腹泻这些肠胃道症状。鱼油不是多多益善，过量服用鱼油有哪些坏处呢？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声称，如果每天的剂量不超过3000毫克 EPA 和 DHA 组合补充剂是安全的。如果补充过量鱼油，首先会刺激肠胃道，更严重的会导致出血。如果有在吃阿司匹林等抗凝血剂的朋友，要注意平常起居生活会不会莫名的淤青，刷牙时候会不会容易出血，因为鱼油有抗凝血作用，它会抑制血小板凝结，因此建议计划做手术的人提前1到2周停止服用鱼油。那么鱼油该不该从食物中摄取呢？有人选择以尾鱼、鲑鱼、沙丁鱼等深海鱼类为主，有人害怕海洋里有很多重金属的污染而不愿意吃鱼，有人烹调的时候拿去煎炸就会破坏 EPA 和 DHA， 所以单靠食物摄取要吃到需要的鱼油的量比较不容易，更何况每种鱼里边具体含多少鱼油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也可以考虑服用鱼油补充剂。下面讲一下鱼油与鱼肝油的区别。鱼油和鱼肝油的成分不同，所以对人体的作用也不同。鱼油的主要成分是 EPA 和 DHA， 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， 一字之差，天差地别。选购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要选错。